俄军已经没有未来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进入2026年，俄军的主线任务早就变了。以前高呼要推进，要拿下乌克兰，现在只能想着到底怎样才能避免挨炸。因为俄罗斯被乌克兰炸得太痛了，竟然把保护核潜艇造船厂的防空阵地给搬走了。乌俄前线之上，为了减少装备损失和人员伤亡，俄军甚至搬进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拿核电站当堡垒。那么现在的俄罗斯到底有多惨？俄罗斯空天军的战力究竟如何？拿核电站当堡垒的军队靠什么继续打下去？北德文斯克，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地方，其实只要明白一句话就可以，这里是俄罗斯海军的命根子，外国人一般进不了这个地区，因为这里有俄罗斯唯一的核潜艇造船厂，也就是北德文斯克造船厂。隔壁还有个新船厂，主要负责各种舰艇的维修和现代化改装。就这么两个宝贝疙瘩，现在头顶上却是一片空白。7月14日，巴伦支观察家报扔出一组卫星图，至少20多套 S300 和 S400 发射系统，连带雷达和支援车辆已经彻底从北德文斯克消失。2024年的时候，米罗诺瓦戈山上还摆着8套 S300 发射器，全都是战备状态。到了2025年到2026年的卫星图，什么都没了。亚格里岛上的2个 S300 连、雷达、导弹制导系统什么的全都废弃，连弹药都没留。负责保护这些阵地的是第1528防空导弹团，这个团从冷战时期就守着北德文斯克的海军设施，但现在也不见踪影，80%是被调走了。毕竟装备都不在了，留那么多人干什么？此前还有消息透露，该团下属 S400 营的指挥官弗拉基米尔·斯皮里多诺夫被证实在2024年就死在了克里米亚。指挥官都跑到了克里米亚，手下的部队还会留在北德文斯克吗？按俄罗斯现在的情况，这些防空系统的去处可太多了，莫斯科、圣彼得堡、克里米亚全都是好去处，比留在北德文斯克守着几家造船厂强得多。尤其是莫斯科，乌克兰的无人机天天往里钻，大地年龄也不小了，脆弱的小心脏怎么受得住这种刺激？当然要赶紧多调点防空系统来保护自己。到这里可能就有人要问了，火力军，那北德文斯克怎么办？俄罗斯把防空系统调走，就不怕乌克兰打这里吗？那肯定不是。北德文斯克离乌克兰总共也就1000多公里，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能飞多猛，大家都看得到，2000公里是常态，3000公里不是问题，再努力就能往4000公里冲。这个北德文斯克完全在乌克兰远程打击的射程之内，但是开战以来，乌克兰一直没打这个地方，一来是没必要，这些所谓的核潜艇能搞震慑和核打击，在平常拿来冲出门面还行，但是到了地面战场几乎毫无用武之处。乌克兰战争打的是什么？地面、无人机、火炮、防空，核潜艇下不了水，上不了岸，在乌克兰面前就是一堆废铁。对乌克兰来说，突破 S300 和 S400 的重重防线，去炸一些无法影响战局局势的目标，太浪费自家无人机了。那些核潜艇在码头边泡着就泡着吧。二来就是俄罗斯拥有超绝敏感机，火力军敢说，只要无人机飞进这个区域，哪怕什么都不干，扭头就走，俄罗斯立马就能满世界嚷嚷乌克兰要挑战核红线，乌克兰没有必要冒这种风险。但俄罗斯自己主动把防空撤了，这一撤就暴露出了俄罗斯的窘迫，说明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对俄罗斯打出了非同一般的伤害，让俄罗斯宁愿放弃自己最值钱的海军资产，让他们在乌克兰的视野中裸奔，也要赶紧把防空系统调走，去保护其他地方。问题是，乌克兰真的不会对北德文斯克动手吗？没有必要打和绝对不能打，这两句话之间的差距可不小。哪天乌克兰被逼急了，一咬牙做了决定，这个北德文斯克能不能保住呢？普京的面子能不能保住呢？这可真不好说。不过俄军应该不在意，毕竟老大的面子什么的，不好意思，早就丢完了呀。众所周知，俄罗斯有5大舰队：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外加一个里海分舰队。都不提具体舰艇数量，光这5个舰队排下来，听着似乎挺唬人的。可仗打了4年多，真正在乌克兰面前露过脸的，也就黑海舰队和里海舰队。因为其他几个舰队来不了，北方舰队要守北极，太平洋舰队要盯着日本，波罗的海舰队一出门就是北约的地盘，所以只能把对战乌克兰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了黑海和里海舰队。当然，绝对的主力还是黑海舰队，什么里海舰队只不过是黑海舰队的替补罢了。然而俄罗斯万万没想到，黑海舰队一上战场就变成了小丑。2022年开战的时候，黑海舰队手里攥着大概80多艘舰艇，主力包括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好几艘11356型护卫舰，还有能射口径巡航导弹的基洛级潜艇。纸面上看，收拾一个几乎没有海军的乌克兰，那不是手拿把掐。
结果2022年4月，莫斯科号被2枚海王星反舰导弹送进了海底。从那以后，黑海舰队的命运好像就注定了。后面的事情一件比一件离谱，主力舰艇全成了乌克兰无人机和无人艇的玩具。继任旗舰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被盯着打，基洛级潜艇顿河畔罗斯托夫号和大型登陆舰明斯克号被风暴阴影送到了海底，愣是把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干成了特别潜水行动。整个黑海舰队被迫逃回俄罗斯本土新罗西斯克港，哪怕逃回俄本土，依然改不了被虐的命运。俄罗斯专门撤换了黑海舰队总旗舰，换上了现任老大谢尔盖·平丘克。这个平丘克也是个天才，他一上任就大刀阔斧搞起了土木工程。乌克兰无人艇能进港口袭击，肯定是港口太大的原因，咱们把港口通道缩窄了，让无人艇进不来不就行了吗？在他天才的指导下，俄军搞了4艘民用大驳船堵在港口，又扯上了铁丝网，成功把黑海舰队关进了自家禁闭室。这下黑海舰队算是闲置了，但是俄军领导层看不惯他们闲下来。5月的时候，阿特什游击队爆出一个消息，黑海舰队的指挥部也要搬回新罗西斯克，俄军领导层也做出了决定，黑海舰队的水手、专家什么的都别蹲在港口发呆了，大家组团一起进新建的无人系统部队。问就是战略调整，这叫人员的高效利用。不仅要调人，俄罗斯还打算把平丘克给换了。你是没犯什么错，但是战场上菜就是最大的罪过。据说接替他的很可能是他的第一副手伊尔达尔·阿赫梅罗夫，但换个人就有用吗？黑海舰队这个烂摊子，换谁来收拾得了？照火力军看来，既然俄军这么看不惯黑海舰队的人闲着，那也要考虑考虑黑海舰队剩下的船。那些船也不能闲着，反正堵在新罗西斯克港也是趴着，不如换个思路。俄罗斯海军不行，但是陆军行啊！世界第2军，打仗猛得很，再加上俄罗斯有全世界最猛的手艺人，不如用铁链把这些船都穿上，然后铺上铁板什么的，连成一整片。陆军的坦克、装甲车、防空导弹呀，这不就能上船帮忙防御了？没准还能多帮俄罗斯射几轮导弹。现在的乌克兰最怕俄罗斯射弹道导弹了，咱们要高效利用啊！说到这里，大家可别以为其他舰队就好过，战场上没有这里那里的舰队之分。比如黑海舰队的专属替补里海舰队，黑海舰队逃回本土后，里海舰队就接过了一部分打击任务，然后就被乌克兰盯上了，横穿1000多公里，袭击了里海卡斯皮斯克港的军舰。到了2026年，这些打击也没停过。还有波罗的海舰队，乌军打这支舰队基本就是在纯粹羞辱普京。6月的时候，普京还在圣彼得堡搞经济论坛，乌克兰的无人机就飞到附近卡朗施塔德海军基地，炸毁了正在维修的博伊基号。这是开战以来乌克兰第一次对波罗的海舰队发起打击，一下就杀到了波罗的海舰队的大本营，狠狠给了普京一记耳光。再说太平洋舰队，按理说他在远东跟乌克兰八竿子打不着，但他的海军陆战队被抽调到乌克兰战场当炮灰，结果第155独立海军陆战旅在乌赫莱达尔方向被乌军重创，单那一战区就损失了大约2400人，相当于满编兵力的80%。旅长和参谋长在库尔斯克州的指挥所被导弹移过端。自2022年以来，这支部队已经被打光重组了好几次，整个算下来也就北方舰队幸运一点，但只是没轮到他而已。说白了，现在的俄罗斯海军正在一点一点被战争拖垮。然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可不会好心等他。美国海军要搞黄金舰队，目标是到2030年代初期把舰队规模推到450艘以上。2027财年预算还专门申请了658亿美元的造舰经费，要造34艘新舰，123架新飞机。法国在卯足劲儿搞第2艘核动力航母，下一代核动力航母命名为自由法国号，能搭载30架阵风战斗机，2000名水兵，预计2038年服役。其他的英国、德国等国家全都在造新舰，整个北约也没闲着。海防262演习正在英国波特兰进行，美国、英国、乌克兰、土耳其、法国等17个国家参加，重点练扫雷、无人水下潜航器、无人水面艇。所有国家都在玩了命的往前跑，只有俄罗斯5大舰队四肢被锤，军舰沉底，水手改行，造船厂也被战略放弃。这支海军还有什么未来可言？有人可能会问，就算海军被打残了，俄罗斯还有空军呢，战机那么多，一个个参数拉满，应该差不到哪里去吧？从纸面数据来看，俄罗斯空军确实不算差。几天前，俄罗斯空军还刚拿了个世界第3。一个叫世界国防军事分析协会的网站发布了2026年全球空中力量排名。这个榜单搞了一套叫真实价值评级的算法，无人机力量忽略不计，只综合考虑机队质量、多样化程度、现代化水平、后勤维护能力等多方面因素。而且在排名的时候，他们不是只看空天军，其他具备空中力量的兵种也一并纳入排名。在这套规则下，俄罗斯空天军高居全球第3。第3名是什么概念呢？
美国空军第一 TVR 评分 242.9， 美国海军第二评分 142.4， 俄罗斯空天军第三评分 114.2， 后面紧跟着美国陆军评分 112.6。 换句话说，俄罗斯空天军差不多和美国陆军一个水平，是排名最高的非美国空中力量。乌克兰排到第30位，评分也就俄罗斯的零头。纸面上看，这差距大得离谱，除了美国，俄罗斯空军应该吊打全世界。但问题是，排名是死的，战场是活的。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开战以来，俄军已经损失了437架固定翼战机、353架直升机，苏27、苏30、苏35、苏34全在清单上。更扎心的是，乌克兰打俄军战机的路子野得很，这也导致许多飞机死得不太光荣。比如那些在地面上趴着趴着就被炸的。就拿这个7月来说，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萨基空军基地和赫瓦尔迪斯克空军基地动了手，精准命中多座机库，里面停的还是苏30 SM、苏30和苏24，至少7架战机被摧毁或严重损坏。俄罗斯为了保护这些战机，还专门给他们修了加固机堡，结果完全没派上用场。之后乌克兰无人机又飞到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炸了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事空军基地。这个基地里全是俄罗斯的主力战机，苏34、苏35和苏30 SM 全在里面趴着。最经典的就是2025年的蛛网行动，乌克兰安全局一出手就成功摧毁或破坏了俄军41架战机，美方估计最起码有10架战机彻底报废。当然也有飞机死得体面一点，就拿前些天的苏 35S 来说，为了干掉这架战机，乌军设了个相当漂亮的局，3架 F16 打配合，1架低空飞行当诱饵，制造要轰炸俄军的假象，引诱俄军飞行员追击，另外2架在高空待命，随时准备发射 AM120 中距空空导弹，地面上还有一套爱国者守着。等苏35的飞行员收到雷达告警，掉头想跑的时候已经晚了。一架号称俄军现役最先进的战斗机就这样被 F16 当傻子溜了一圈，最后被一发导弹打了下来。最后一种死法最离谱，被自己人打下来。同样是7月，一架卡52攻击直升机在沃罗涅日州坠毁，罪魁祸首就是自家的机动火力小组。俄罗斯拉这群人出来，本来是为了防乌克兰无人机的，结果这伙人一发防空导弹射上天，先给自家战斗机打了下来。地面被炸，空战被虐，自己人补刀。俄军战机3种死法，样样都能拉出来说上几个来回。说到底，如果只看机队规模、后勤保障这些指标，俄罗斯空天军确实能打高分，但战场只认结果不认评分，一些隐性的东西无法量化统计，比如体系作战能力、敌我识别能力等等，这些看不见的东西一起勒住了俄罗斯空天军的咽喉，以至于他们打了4年多都没能拿下制空权，还是只能靠弹道导弹耀武扬威。至于俄罗斯最猛的陆军，火力军只想说，还是先把人招够再说别的吧。乌克兰对外情报局扔出一份报告，数据触目惊心。2026年，俄罗斯全年招募的目标是40万9千人，然而截至7月初，只签了19万5千份合同，还没到目标的一半。按照俄罗斯的设计，这个时候本来要招够至少20万人的，结果差了将近1万人，比起目标少了 4.6%。日军招募也不够看，差不多1000人出头。但是在2024年到2025年，每天基本都能稳招1200人以上，相当于每天少招100-200号人，一个月就是好几千，一年就是上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想完成年度 KPI， 那根本不可能。一边是招不来人，一边是人还在不停的死。2026年上半年，俄军总损失19万6700人，其中有11万5300人阵亡，还有8万0400人负伤，大约1000人被俘。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俄罗斯的兵力缺口将越来越大。对喜欢堆人头打仗的俄军来说，跟填塌了也没什么区别。为了填坑，俄罗斯几乎把招兵门槛降到了地板以下，医疗和功能要求全面放宽，管你有什么病，只要能跑能跳就能上战场，甚至有智力障碍者被送上前线。简单来说，是个人就要，学生也被盯上了。他们计划从高校和职校招募5万名学生。之前我们就提到过，俄罗斯教育部下了硬指标，技术和区域大学至少 2% 的男性学生必须签合同。结果根据情报来看，每400个学生里只有1个人同意。招人生意不景气，俄罗斯就琢磨着该怎么减少人员伤亡，只有一个字：躲。躲到扎波罗热核电站去，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实锤，俄罗斯已经把这里改成了重兵把守的军事基地。在俄军的枪口下，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被限制得死死的，检查只能沿着俄方预先批准的路线进行，他们进不了反应堆机组，更进不了关键技术区域，无法对核电站内部的真实情况做任何独立评估。俄罗斯让 IAEA 看什么 ，IAEA 才能看什么。而据乌克兰的情报，俄军已经对核电站进行了大改造，他们在1、2、5和6号反应堆的涡轮机房里停军用车辆，地下室和防空洞改成弹药库，反应堆屋顶上架机枪和导弹系统，
还有无人机。俄军在核电站里设立了无人机的发射和指挥点，所有操作几乎都是在明目张胆地问乌克兰：我们就在核电站窝着，你敢动我试试？你想让大家一起死吗？这种流氓思维给火力军都整无语了，这不就是拿核电站当盾牌吗？事实证明，只要你够不要脸，那你就是能为所欲为。但是这座核电站现在可不算安全，格罗西不止一次强调这里形势不妙。俄罗斯入侵前，这里有10条外部供电线路，现在只剩1条。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核电站已经出现了20多次全面停电，冷却池也出了问题。国际最低要求是15米，但这座核电站冷却池的水位已经降到了12.86米。作为冷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园区里一个有57口渗水井，但只有11口配了大容量水泵。俄罗斯思维很简单，水不够了跟我要水，那就从扎波罗热火电站的排水渠里引水，大家凑合过吧。至于安不安全，那只有天知道了。人员更是有问题，俄罗斯威胁乌克兰员工不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签合同就滚蛋，换上来的全是俄罗斯人，根本不熟悉这座核电站的设计和操作。把这些因素综合一看，一群不熟悉设备的人守着一座随时可能出事的核电站，再加上俄罗斯自己把弹药搬了进来，这哪里还是核电站，分明就是不定时炸弹。俄罗斯在用自己的残妆告诉全世界一件事：不进步就是退步，退步就只能等死。这样的俄军还有什么未来可言？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军还有未来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